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凡议员、陈志航主任、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林涛议员、李博议员。好，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叫所有的驻海外的将领800人通通回美国，接受训话啊。那其实我认为不是他，主要是川普，搞了半天是川普要讲话啊。川普跟美国将领喊话说，敌人就在国内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国内的城市当成战争的训练场，内部的战争，譬如说华盛顿 DC 治安太乱了，对不对？一群暴徒在那边，我们就军人就进去了，洛杉矶军人就进去了，好几个城市那都可能失控危险，譬如说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这些地方呢都很危险。所以呢，军人不止在海外，敌人就在内部。我们要肃清内部民主党，其实这些地方都民主党主政要把这些城市当成军队训练场应付来自内部的入侵那另外呢，他说现在的军舰太丑了，是那么丑那个军舰。我是很重视美感的人，我老婆多漂亮，我以前搞的女人多漂亮。所以呢，我是很重视军舰美丽的。我们军舰搞那么丑干什么？从美学的角度，我很不欢迎你们造的一些船舰，那他们说这是隐形的，隐形反正看不到好坏嘛，隐形的也要漂亮一艘丑爆了的船就没有必要说隐形了，隐形怎样那所以呢，这个而且我们要多造炮弹，炮弹比飞弹便宜然后呢，这个什么叫战舰？战舰呢？你们说它有漂亮的6英寸的，1英寸是2.54公分的舷侧而且我们钢材很坚固等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舰，而不是现在用融化的铝氢对不对？铝燃料但是炮一来就融化了这搞什么所以我们要改我们的战舰那另外呢，这个普丁跟泽伦斯基必须要举行会谈，赶快停止战争。俄乌战争，哈马斯要同意我昨天给他的这个21点和平计划不同意的话呢，我就是以色列把你们打爆了而且呢，我7个月已经终结了7场战争。奥巴马算什么东西啊？他都拿诺贝尔和平奖我这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我们美国最大的侮辱啊！不给我和平奖就最大的侮辱赶快给我和平奖然后呢，这个美国《纽约时报》有个新的民调，原来美国人都支持以色列的基督教国家嘛，但是最新的民调，34%支持以色列，35%支持巴勒斯坦，第一次这是1998年到现在为止27年以来第一次做的民调，支持巴勒斯坦超过支持以色列的所以老美觉得是，当然支持的还是很多了，但是很多人也开始同情这个巴勒斯坦然后这个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说，你们那么多将领都那么肥胖，像个将领吗？我在国防部看到有些将领走过来，胖留个胡子有些，当然我现在将领不会留胡子可能一般的军人留胡子，这像个军人吗？以后不准给我留胡子，以后1个礼拜我要这个检查你们2次体能测验，每一个军人都要像我这样子，又帅又身体体格又好。所以呢，我都可以每个礼拜做体能训练，你们将领不能做体能训练，你们打什么仗啊？我还是个文人呢所以呢，而且将来我把 DA 多元政策废掉，多元政策什么同性恋能当兵，什么外表是男的，心里是女的，通通没有这个事情，只有一种体能标准，就是男性的体能标准，只采男性体色标准以前的过去时代什么有同情心什么同理心多元化了，通通没有了。从今天开始只有一个标准那这些将领就说，你们讲了个半天，一封 email 就可以讲了嘛？叫我们好好训练身体，不是 email 就可以了吗？干嘛都把我们劳斯那种搞去过一顿训话呢？看一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下令，包括亚洲、欧洲、中东地区全球800多名美军将领齐聚维吉尼亚州匡提科陆战队基地，聆听赫格塞斯重塑美军的计划。No more identity months, DEI offices, dudes in dresses. 这场会议耗费数百万美元，需要前所未有的保全措施。谈话内容大部分是关于政府的政治立场。It's tiring to look out at combat formations or really any formation
and see fat troops. The era of unprofessional appearance is over. No more beardos. 川普站上讲台，台下800多名美军将领反应冷淡。他用看似开玩笑的方式提出警告。I've never walked into a room so silent before. This is very. Don't laugh. Don't laugh. Yo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And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aying, you can leave the room. 川普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谈话背书，在这长达1小时10分钟的演说里，没有明确的主题或目的，内容几乎是他在任何场合都会重复提到的话题，以及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焦虑。Will you get the Nobel Prize? Absolutely not. They'll give it to some guy that didn't do a damn thing. Be a big insult to our country. I will tell you that. 川普花大篇幅谈论来自内部的战争，表示将一一整顿民主党执政的城市，甚至说应该用这些他口中的危险城市作为训练美军的场地。San Francisco, Chicago, New York, Los Angeles. They're very unsafe places. 川普政府即将公布新的国防战略，目前确定美国本土防卫是新的战略优先项目。川普也透露，赫格塞斯将宣布重大改革，简化军事采购流程，加快对外军售，以解决交付延宕的问题。你看过他对不对？我看过他，我跟他握过手，因为在那个。强壮吗？不会，他就是像个 model 一样的身材，所以他难怪看不起比较胖的这个将领。即使那些将领打过阿富汗，打过所谓的波斯战争，但是呢，我想他提出来这个有他的道理啊。那我们在1月18号的时候，1月20号上任嘛，1月10号那时候跟韩院长一起参加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当然有非常多不同的场合。那我们参加那一场是里面最盛大，就大家穿晚礼服出现的那个，就是在跟退伍军人致敬。然后呢，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我跟韩院长还有王定宇，我们3个人就被安排进去在会前会，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就是可以跟比较重要的人士来做一些的互动。那这个国防部长就这样子出来，一出来我想说，哇，这个国防部长虽然我知道他的争议非常的大，因为他在2017到2022年他不过就是一个福斯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而且有些时候还是在周末的时候第3主持人。所以那你知道福斯本来就是支持 Trump 嘛，所以他的经验其实跟国防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度。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在那么一个场合大家都看到他，可是你看到有很多那个真的是比较资深的那些所谓退伍军人，其实对他是充满了一些的质疑的，因为对于他的战绩，过去来说，即使是你没有任何的部分，但是也不会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啊。那我不晓得这些老先生是不是看到他的长相有一些不同的移情的作用，是完全不知道。川普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退伍军人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他们当然是出自内心的希望美国是真的好。那这个赫克塞斯还出来，当然他不断的是把这800多个这个将领弄出来，然后最重要是他告诉大家要终止这个觉醒的文化。它最主要的一个争议点是，他们过去里面从2次大战之后，美国是负起全世界，不管说你说是世界警察或世界民主重心的一个保护者，他不管在亚太在欧洲，他都具有他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他不管是协调者，他觉得是全世界的安全都在美国的掌握当中，他起码分担的事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他现在所把战场全部往国内来，他甚至认为国内的一些的争议，国内的一些的纠纷，都是因为来自于内部的纷乱，所以他把每个城市当作是他们的训练场，他把这些事情变成他们美国内部的问题。有问题的话，军队要回来，这个是把内部的敌人把它不断的是扩增，这个东西才是值得很大的一个争议。所以先不要关注这个部长帅不帅，虽然你问我看过本人帅，而且就像一般来说看到美国电影里面的哈，虽然没有像 Top Gun 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么帅，但起码像是那个部分。虽然只有这个部分而已，像是美国所认为男主角的一个层面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他的专业，他所讲的话，还有包括他这一次对于一些女性，还有包括多一些多元文化的这样子的，我根本认为他们是有点的鄙视，而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层面，包括他过去的言行，其实跟川普大家觉得是很 much 的。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在那个时候大家就预估，那时候还有很多退伍军人在预估说他是否3个月、几个月就可以下来，因为他不符合这样的一
个专业。就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之后，他依然挺立，而且还可以把800个将军全部找回来。所以我不晓得这场戏到底要怎么演，但我只能说，川普把外部变成从世界和平、世界掌舵者的角色全部搬回来，变成美国为优先的话，这一点对于美国未来跟美中的竞争关系，对于大陆的在世界各国的一个崛起，美国因此要拱手让出去，然后回到自己本土来，这对美国的未来是好或不好，我觉得都要画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不过，当然这个国防部长他要求有训练，要求这个不要过胖，对军人来讲，其实我认为还算合理了。但他最大的笑话，就不久以前，几个月以前，他说他什么硫磺岛是吧？他不庆祝什么战役？他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是我们的伙伴。那时候这个美国跟日本的人打的这个简直是一塌糊涂，这都搞不清楚哦，实在是也太过荒唐了。来接。其实川普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被问到说，到底为什么 Hexas 要召集这个将领回来的时候，他是有点状况外，他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呢，美国副总统范斯还在那边打圆场说啊，这个很常见啊，这没有什么或干嘛的。那我想这个川普呢，知道了有这样子的一场聚会的时候呢，他当然要出席哈。所以他今天呢又是一样啊，讲了1个多小时，哇，讲得非常长非常长。我觉得川普呢就是一个闹笑话的一个美国总统，他讲说这隐形战机怎么那么丑，奇形怪状的，很难看。连我这种军武小白啊，我都知道说，因为隐形战机呢，它的造型为什么要这么的奇怪，就是为了它那个入射的角度，它不能够跟一般的这个战机一样嘛，或战机或战舰一样，它要去防那个雷达的反射波。但川普呢，什么都不管哈。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他这位这个美国的这个3军统帅啊，美国的总统，他就很像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军队不是在老蒋总统的时候，就是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服务，哈，是这样子吧？赵先没错嘛，哈，主要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主义、领袖、国家3位一体都是他，好。就川普主义呢，就代表整个的美国；领袖呢，也是代表整个的美国。所以我今天川普所要宣扬的价值，就是你们这些高阶将领呢，所要一并就通通都要来服从的啊。所以他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他把国内的敌人啊，要打击这个左倾的势力，打击这个民主党，打击这个觉醒文化。好，打击民主党呢执政的这些的州，你们这些州呢，为整个的国家呢带来的是动乱，好，带来的是治安的败坏。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号召这个所有的军队呢，要投入这场呢，迎接这个美国再次伟大的圣战。所以他塑造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然后讲了1个多小时啊，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美国现在所面对的一种的形态的一种战争，要先解决内部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外部问题。然后他在外部问题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不断的宣扬他有多厉害啊，他已经解决了六场战争啊。然后呢，尽管印度呢非常的不高兴哈，然后他又再次的把这个巴基斯坦呢吹捧上天，然后借此呢来烘托他自己的伟大啊，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训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洗脑式的训话。然后赫格塞斯呢也是如此哈，他已经在当这个国防部长之后呢，美国呢其实就已经在对于军队里面呢，特别是在拜登时期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多元性别啊、DEI 办公室啊，然后尊重这个同性恋啊等等的这些呢。他们就已经都喊停了，然后呢，一切呢都回归到最传统的2个性别，就是男性、女性。而且呢，他很强调的，在这个军中的是属于那种传统的美国的那种男性至上权威的这样子的一种领导和形象。而且很可怕的是，他在告诉这些将领的时候，他说：“我们不用再遵守什么那些什么交战规则了哈，在战场上面呢。”就是要赢，好，就是要战胜，这个很可怕哎，这个是违反这个任何的，不管是联合国的，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交战守则的哈。就在这样子的意识形态的灌注的之下的美军，他们未来在面对到不同战场征战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我觉得川普的美国是在重塑整个世界，起码他重塑了一个曾经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
刚刚提到美国的基本上是国家责任荣誉，那我们加了主义领袖啊，还是领袖主义哈。那这个美国国防部长是说哦，女性啊，他说女性这样的体能也要达到标准，否则的话呢，就不能担任战斗任务。就你去担任战斗职务的话呢，你女性的标准要加强，否则你女性哦，女性可以比较低，但是到战场上你能够作战吗？我觉得他要求是这个，所以他们说也有可能将来会女性参加这个美国军队的那个作战部队，作战部的意愿会降低。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好，中共飞弹基地有一个卫星，因为现在卫星一早都有了哈，说呢它的东风17的飞弹急速被扩建，而且离台湾只有579公里，非常近哦。那所以呢，就是说《纽约时报》报道的，所以他公布了一系列的卫星照片哦，说中国呢在扩大哦，在安徽的611旅跟江西的616旅哦，说呢部署了好几十座的飞弹发射台。那其中江西基地离台湾很近，只有579公里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卫星照，原来没有哦，2020年没有，到了2025年，哇，你看就建好了哦，还有这个机动发射车的车库都有了哈，而且呢也有新的公路了，以前没有公路嘛，所以运输方面很多，而且新的发射台，看到没有，这么多发射台哦，那这个机动发射车的车库。哦，飞弹的储存的这个仓库哦，等等等等，新的车库，卫星照的清清楚楚哦。那《纽约时报》就说呢，这个蛮可怕的。但是张晋教授就说呢，它是它的驻地，驻地未必就是暂时的阵地。事实上它倒是可以移动嘛，它有机动这样都可以移动的哦。但是美国人讲得很严重哦，说呢这是对台湾飞弹攻击的平台，而且如果这样搞下去，恐怕会酿核战危机哦。为什么呢？就是美国搞不好军事，到时候核弹都出来了哦。那另外呢，澳洲媒体说中共的渡轮，哇，都建设渡轮哦。那到时候呢，这渡轮干嘛搞那么渡轮？到时候攻台湾的时候，渡轮就可以载兵过来，哦，万船齐发哦。国防部就说不要担心，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啊，因为他昨天是大陆建政76周年了哦，说他讲话呢，去年有提到统一。今年没提到，今年只有提到坚决反台独跟外部势力的干涉，这什么意思？反台独当然就台湾搞台独嘛，外部势力基本上就美国了、日本了，哦，帮助台湾的台独哦。那但是呢，并没有提到统一，所以我一直研判，对老共来讲，台湾是反独还是重于促统的。你只要不要台独，我就不打你。统不统一再说，那个时间也不是立刻可以达到，他自己也知道。但你现在立刻给我台独，我就立刻打你，就这么简单哦。那另外呢？台日韩现在死神无人机 MQ9 说呢要派一个队到韩国去，以前都是偶尔去，现在要住在那个地方。日本有多少死神无人机？日本原来有5架，要再买4架，日本变有9架，台湾买4架，我记得花了60亿美金呢、还是多少钱呢、买了4架啊、非常昂贵的啊。我们有4架，日本有9架，韩国要派一队去啊，所以将来台湾、日本、韩国这种 MQ9死神无人机可以连线啊，互相的支援啊。那美国的媒体是说，川普哦，这个现在跟老共好，跟中国好，那对台湾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叫大陆那边对台湾的飞弹啊威胁，说台湾会不会到最后哈，这个要恢复我们的核武计划？外国已经在想了，这台湾最后不能靠美国啊，那只好我们自己搞核子武器啊，跟北韩一样。我们看一下，东风17、东风26D 导弹。飞行速度快，高超音速的导弹东风17、东风26导弹的最新改良型号东风26D 导弹，在大陆93阅兵亮相飞弹阵容。不过这些武器，《纽约时报》揭露，大陆除了将东岸部分地区改造成飞弹打击平台，部署东风17、东风26要展开对台湾军事胁迫行动起点，且警告美国不能干预台海。不管是空军的一个疏散，或是我们去加强跑道的修建，或是我们相当重视战力保存，就是因为会希望说在中共在飞弹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保有实力。意思是国军有相对应措施，但纽时进一步分析，大陆飞弹除摧毁台湾防御系统，更要让美国支援的舰艇成为打击目标，展现整个区域的一个嚇阻美国或其他
国家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但美国也早已进入准备阶段，分析共军进攻台湾，并在印太爆发军事冲突，美军不但会援助，而且规模比预期更大。光是海军就会在30天内动员5万海军后备官兵。不过，在大陆见证76周年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尽管涉台篇幅减少，但坚决反对台独。交流2字，两岸认知的落差感仍旧僵局难解。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啊，他说中共的火箭军这4年内啊，飞弹的库存量增了50%，达到了约3500枚。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种飞弹，叫做东风26D 飞弹。这个飞弹被称为什么？关岛快递。为什么？因为它射程达到4500公里，可以直接攻击到关岛的美军基地。而且这个飞弹非常特别啊，它除了可以携带所谓的一般常规型飞弹之外，它还可以携带核子弹头，所以威力是非常强悍的。但问题是，针对这么强悍的飞弹攻击能力，美方的回答针对了共军增加飞弹的议题啊，讲法非常耐人寻味啊。他怎么说？美方说，美国对于日本、对于南韩还有关岛有安全承诺的地区，如果北京采取了行动，这些地方可能会发生冲突，并且有需要时，美国会在30天内动员5万海军后备军官来协助。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了大陆如果攻击到属于美方安全承诺的地方的时候，美军会反击；但是如果大陆攻击到的地方不属于美方安全承诺区域的话，美军会不会来协助出兵？不知道。那台湾到底属不属于美方安全承诺区域？我也不知道，因为美方对台湾一直都属于战略模糊的想法了。这种做法到底是好是坏，我不敢说，但有一点的味道很浓厚，就是台湾一直被拿来当作美国跟中共谈判筹码的意味真的太重了。所以我觉得美方对台湾，如果真的对台湾好，真的喜欢台湾，我觉得可以采取更多强硬的态度来对台湾做出支持的举动。我觉得对于整个两岸的关系，包括台湾民众的信心，都会有更大的帮助。然后我要回到刚刚上一题，就我真的想补充一下，非常好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的话，大家讨论很多，觉得很有争议。但是我跟各位报告，更有争议的谈话是谁说了？是川普啊！知道在这一次召集将领发表谈话的这个演讲讲上面，川普说了什么？川普说，因为啊，现场官兵们听到他演讲的时候啊，反应很冷淡、很平淡，所以呢，川普笑笑的说，他从未走进这么安静的会场。如果现场的将军不喜欢他说的话，可以随时离开。只不过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的军阶跟未来会不翼而飞啊，赤裸裸的挑衅啊！甚至现场官员还怎么讲？官员还说啊，军官们被告知啊，要听从会议主席的领导，决定何时要向总统和部长来鼓掌致敬啊！这什么既视感啊？之前赖总统跟军官查戏的时候，好像也出现了，因为军官没有向赖总统敬礼致敬的一个态度，造成了赖总统可能有震怒的情况。所以我只能讲，川普的做法感觉起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领先美国100年啊！很多东西川普都模仿赖总统的态度，但是赖总统的强硬态度是否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跟认同，我觉得还需要多的考量，以及多继续来做研议。美国的国防部长把他们找来，最后有讲啊，我叫你们训练体重，训练体力啊，什么不要刮胡子，你们不听的人就辞职离职算了。他国防部长这样讲，不。要不然你就听我，要不然你就是 fire 的，其实就这么简单。来，林涛。所以这个川普在做这个将领的宣导，他第一个层次其实说要在很多的城市做这个军事的训练，其实也是合理化过去他在 DC 在洛杉矶要做国民兵的这样子的合理化。然后他讲的那些话一定会激怒下面的这个将领。那第二个，他主要就要做这个忠诚度考验啊。如果你们这些将领一天到晚觉得我乱七八糟随便讲的话，那把你 fire 掉。所以我觉得这2层次这就符合川普的个性。可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台海，离台湾579公里这616旅是东风17这个极音速的弹道飞弹，那它的射程大概1800公里到2500公里，它没办法到美国本土，可是它可以到关岛，所以它第一层当然要打掉这些发射车、雷达站，还有指挥中心，打掉拦截的这个能力。那打完之后，
那前面包括这些西岸，它用一些常规的多管火箭跟弹道飞弹都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这个东风17它到太空打下来垂直，它根本不受中央山脉的这样的一个屏障，它完全不用。所以过去我们在说国军的保留战力从西部要移到东部的嘉山13使基地。这完全已经没有办法了，包括这个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再加上这一个我们讲的东风17，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像过去做的保留战力的东边的一个部分，所以这给我们中华民国国军或是国安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跟目的，就是2027、2035我们急需新的作战计划，没有这个作战计划，基本上不要再一天到晚看到中国大陆发展这些飞弹，因为他们已经突破整个东部我们的一个屏障，这是我们的国军面临最大的考验。徐小姐回来。